在说什么？天朗，你说青灵是你女儿？这怎么可能？天朗，怎么说？天朗，你没事吧？青灵，你没事吧？啊！不要以为这样我就能原谅你。我能跟你吃顿饭，已经很满足了。还有，暂时不要让天朗知道我们的关系。放心吧。青灵，天朗，宋娜阿姨，你们两个怎么在外面？我陪青灵出去吃了点东西。你们什么时候关系变得这么好了？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哦，我是来找你的，你没回去，爸发火了。啊，那我在车上等你。你先送青灵上去吧。好。走吧。有没有想我？爸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振华，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。天朗，你不是去酒店了吗？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？哦，我回来的路上看见南阿姨在车站，就开车带她一起回来了。车站？天朗，你南阿姨是第一次坐你车吧？什么时候跟你南阿姨关系处得这么融洽了？爸，您不是一直希望我对南阿姨好一点吗？怎么，您不高兴啊？那行，我把南阿姨送回车站，您再开车亲自去接她，不就行了？少贫嘴。好了，不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爸，南阿姨晚安。嗯。坐公交车去哪儿了？我别撒谎，我问题多着呢，你圆不了。听兰嫂说，家里的保温瓶不见了，也是你拿走的吧？苏南，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也没什么事，我就是上次在医院看到一个老同事，他身体不好住院了。今天就带点东西过去看看他。我们聊了很多以前的事情，聊得挺开心的，就把时间给忘了。对不起啊。那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是个男同事，我怕你不高兴。你不会真的生气了吧？是这样，我不生气。那就好。对了，早上起来我熬了一锅银耳汤，我给你热热吧。好。爸妈送进疗养院之后，青灵就得回公寓一个人生活。不行，说什么也不能让她在那种地方过日子。如果我跟青灵相认，就能带着她到段家生活。可那样，天朗和青灵就成了兄妹，结不了婚了。如果想办法让他们结婚，我到底是青灵的妈妈还是婆婆？唉，一切都乱了。振华肯定不会同意。如果我不认青灵，振华和雪晴会继续打压欺负她。到底我该怎么办？好了吗，苏南？啊！哎呦，小心，手没事吧？哎呀，烫死我了！我烫了一下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这几天我已经听够你说对不起了。苏南阿姨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我烫了一下。我看看。没关系，没事，我自己来吧。振华，给。哎呦，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幕了。老公，我先上楼换件衣服，等一下我们也去上班。嗯。苏南阿姨，我也走了。嗯。我一会儿回来接你。嗯。妈，南阿姨，你别在意雪晴说什么。我先上去了。哎，丁涵，等一下。你等一下。我有话要问你，你跟青灵为什么离婚？是因为你爱上雪晴了吗？南阿姨，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你不能回答我吗？这个问题有点复杂，一两句话可能说不清楚。那你跟我说个大概也可以吗？我第一次看见南阿姨对一个问题这么执着。我跟青灵认识很多年了，她一直很喜欢我，说要嫁给我。结了婚之后，家里关系一直不好，她跟我妈老是吵架。我妈和她奶奶都被气进了医院，所以我们就分开了。就因为婆媳不和，你们就离婚？那你们是不是拿着婚姻也太当儿戏了？我们有考虑过要复婚，但是我跟雪晴谈恋爱以后，我发现原来我一直把青灵当妹妹，而且那个时候，我也发现青灵对天朗的态度不一样，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婚姻是个错误。原来是这样。苏南为什么突然对我和青灵的事感兴趣？丁涵，南阿姨，我先上去了。啊，你去吧。嗯。长月，我对你有千千万万个对不住。如果当初我要是不离开你，你也不会。你要是想惩罚我，想责怪我，我通通都愿接受。对了，我要告诉你，我们的女儿，她认我了。我知道，这冥冥之中都是你对我的保佑。我希望你能继续保佑青灵，保佑我们的女儿青灵。希望她一切都顺利。你在说什么？天朗，你说青灵是你女儿？这怎么可能？天朗，怎么了？天朗，你没事吧？天朗，天朗，刚才吓着你了吧？青灵还说让我向你保密呢。苏南阿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当年，我的前夫穆长月，也就是青灵的父亲，他一心扑在制作香水上。我那个时候年轻气盛，总觉得常年受他的冷落，我们俩经常吵架。后来，我觉得日子实在没法过了，我一气之下提出来跟他离婚，想去美国发展。那个时候，青灵还很小，也不懂事。我想，等到我在美国发展以后，再回来接他。去了美国，我当了住院医师。等我条件各个方面都好的时候，我三番五次的跟穆家联系，托人打听。可是几年下来，始终联络不上他们。在我心灰意冷、绝望的时候，你父亲出现了。他是因为做胆结石手术去的我们医院。他手术后的第2天，他就开始工作。我劝他要好好的休息，可他跟我说，如果我休息了，我们公司上百个家庭怎么办？我当时真的被他这认真工作的态度和负责任的心给迷住了。更何况，他一个男人带着你们姐弟2个实在是不容易。我也是真心想帮他。当然，你父亲对我也很好。我们渐渐的产生了感情。再后来的情况，你就都知道了。我终于知道你有多爱我爸了。前半辈子都爱他了，现在我该爱我的女儿了。我失去了一次做母亲的机会，我不能再失去第2次。你现在要对我的女儿好。天朗，如果你想跟青灵有结果，你就不能告诉你父亲，青灵是我的女儿。可是我担心这件事情能隐瞒多久？你不会想多个妹妹吧？当然不。怎么样？回家以后呢，要好好休息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奶奶住进了疗养院，青灵，你现在可以放心了吧？多亏了你们，谢谢啊。谢什么呀？别忘了，我们是一家人。这样，我开车送你们到前面的步行街，你们可以一起吃吃饭、逛逛街。好啊。走吧。快尝尝这蛋糕。闻这儿的味道，糖分好高啊！我在想啊，可不可以设计一个香水？不都在说减肥吗？就设计一个一闻到就饱的减肥香水，怎么样？这个主意不错吧？你这个想法太好了，青灵，你一定要好好投入制作香水的工作。我觉得这方面你比你父亲还有天赋。而且现在，仲华，怎么样？购物还算开心吧？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哎，这位小姑娘是谁呀？怎么这么面熟啊？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个买香水的客人吧？香水？我还给你……哦，对了，你还追出来送我赠品来着？啊，对。你们2个怎么会在一块儿？他是我们太太慈善团帮助的对象。哦，那进疗养院的人是谁啊？你连疗养院都知道？那是我奶奶，她昏倒了，多亏了这位阿姨，才把我奶奶送进疗养院去。
你奶奶什么病啊？她叫什么？她，你最近怎么总是心不在焉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会注意。没事，谢谢啊。这么紧张？啊？是不是我打扰你们俩了？啊，当然没有。阿姨，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我先生。啊，这么巧啊！哎，这位客人，你买的香水用的还满意吗？这位客人，叫我叔叔好了，坐吧。坐。那款香水挺不错的，很提神。还有没有其他的提神香水推荐给阿姨啊？她最近啊总是心不在焉的。没有。治疗型的香水倒是没有。我可以推荐给你一个配方，可以有清新作用的降真香。降真香？我给你写一个配方，回去可以尝试做一下。紫润降真香30钱，占香30钱，丁香皮15两，白毛香30两，麝香木。好了，太麻烦了，你有没有简单一点的？我绝对给你推荐的是最简单、最有效的清新方式。哎呀，没想到你年纪不大，对香还挺有研究。说到香啊，我不含糊，我绝对是行家。大言不惭呢你。真的，他对花和香是非常有研究的。是吗？哎呀，那你做香水推销员岂不是太可惜了？好吧，你既然是我太太的慈善对象，我有个想法，你想不想去正泰日化工作？哎呀，振华，这可是我们太太慈善团的项目，你可不能硬抢呀。你还是不是我老婆？这是人才，我能放过他吗？哼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还没想过。好，那你就好好考虑一下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张丽丽。还有一盘菜。都看到差距了吧？啊，今天的晚餐和前2天比，那就是皇帝与乞丐。以后你们啊，都不许得罪你们的阿姨，以确保我们丰衣足食。行了，我知道我错了，还不行吗？以后不这样了，你就别说我了。哎，对了，天朗，我想安排个人到化工厂工作，虽然对方还没有同意，不过确实是个人才。什么人才？值得段副董等消息啊？叫什么名字？爸，他什么专业？啊，天朗，我们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，好吗？来，尝尝这西兰花。好，你也吃吧。孙阿姨，这不是清灵研制的满足吗？是你爸爸送给我的。孙阿姨，爸要放化工厂的那个人不会是清灵吧？就是清灵，我把你叫上来就是说这件事的。那爸怎么会跟清灵遇上呢？我想他一定是跟踪我，他连医院疗养院他都知道。还好，清灵告诉他叫张丽丽，这事儿也算是瞒过去了。清灵为什么不拒绝他？到正泰工作太冒险了。清灵说再考虑考虑。天朗，一开始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，可是现在我改变我的想法。我觉得清灵天生就是制作香水的人才，我不想埋没她的才华。真没想到，
你爸爸送给我的第一瓶香水，这是我女儿亲自做的，怪不得我闻到它的时候，就有一种亲切感。苏娜阿姨，我当然知道秦林是个人才，其实我已经有打算，我准备在外面找一家实验室，让他继续研制香水，做自己的香水品牌。这样做倒是好，不过，如果青灵能去化工厂，多熟悉下生产，多一些经验，我相信她将来能做出更完美的香水来。你说的也对，如果青灵有机会在化工厂工作，积累些经验，对她的制香能力一定会有质的飞跃。青灵，来看看，觉得这儿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的。这是谁的家？你要是喜欢，这以后就是你的家了。我？青灵，上次我去过你的小屋，我看了，心里非常难受。先不说那个地方环境怎么样，就是治安，我也不放心呢。你搬过来吧。这件事我可以自己解决。这离奶奶疗养院很近的，以后你看奶奶也很方便。我说了不用了，这样我会觉得有负担。是吗？对不起啊，可能我光顾着一时高兴了，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。我向你保证，以后不管我做什么，我都会先征求你的意见。可是这个房子，我还是希望你能接受，就算是为了奶奶，好不好？我都说了，我不想要接受你的帮助。我这怎么能算是帮助呢？因为这样觉得压力很大。我现在只能叫你阿姨，可是你做的事情已经超出了阿姨的范围，好像在逼我改口叫你妈妈。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你真的不喜欢，那就算了。谢谢。啊，你来了。让你久等了。没事儿，坐。怎么，气氛不对吗？你们在吵架吗？没有。怎么会呢？我好不容易说动他去工厂上班，正说得口干舌燥呢。这么说，你同意了？好，等一下我带你去工厂，把资料一填，办个上岗证就可以工作了。对了，身份证你带了吗？干嘛这么着急啊？你还没给人安排在什么岗位上工作呢？你看，研发部怎么样？是这样，我不想具体在哪个部门，批量生产跟包装我都想学习。麻烦副董给我这个机会。年轻人想多学点东西是好事啊，不过我是个生意人，可不想做赔本生意。你要是什么都学会了想走，我可不答应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给您创造出相对的效益作为回报。又大言不惭了。是自信。您昨天下午5点到9点之间有擦过红花油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早上洗过澡，还有味道吗？您刚离开工地，差不多有40分钟，对不对？呵，你有特异功能啊，连时间都这么准。每个事物的香味都有它的层次跟程度，我就用这个来推算时间。红花油就算了，工地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能有石灰和水泥的味道，应该只有工地了吧？
我可真是服了你了。不行，我得马上带他进工厂，不能让他落到其他竞争对手手里。走，咱们走。哎，这事儿就让天朗去办吧，你何必要亲自跑一趟呢？那也好，你给他打电话。真有你的。你得暂时就用丽丽的名字。要是被拆穿了怎么办呀？怎么，你后悔了？我要是学习有成的话，我也可以拜托金厂长。金正泰真的是正确的选择吗？苏南阿姨说，爸虽然不喜欢清明，但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假的张丽丽。这个机会啊，就是爸专门给张丽丽的。要是知道真相，他会更讨厌我的。所以你要努力表现啊，争取让他对你有好的印象。清凉，反正我们早晚是要在一起的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加油。你还不带我参观一下？是，老板娘。别闹。走。雪晴啊，进来。副总，是我。怎么？您约了雪晴啊？你怎么不打招呼就进来了？不方便。雪晴没来，你有什么事说吧。我来，是来向您表达谢意的。谢意？你又想搞什么？谢谢您为我们化工厂请了一位专业人士。您看看这个。丽丽的计划书。我带她参观了化工厂之后，她做出了这个计划书。她建议根据不同部门的职能，使用不同的香氛，来改善工作环境，提高工作效率。不同的部门用不同的香氛，好想法。这里面啊，把企业、个人还有客户啊，全都包含在里面了。您觉得怎么样？真不错，果然是个人才啊！这次得给你南阿姨记上一功了，要不是她，我也不可能歪打正着的给集团找个干将啊！为集团找了个干将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副总啊，雪晴，你们先工作，我先去忙了。爸，什么事儿不能让我知道啊？和度假村工程相比，什么事情都是小事。这个计划商讨的比较仓促，后续的工作还有很多需要补上，你和丁海多费点心了。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爸，这个是展览馆的预算出来了，您看一下。老婆，你的姿势好撩人呐。走开，没心情跟你玩。怎么了？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天朗和苏南走得特别近？是有一点。不是一点，是特别。而且苏南还帮天朗找了一个什么帮手。帮手？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我一去天朗就不说了。哎，要不你找苏南去问一问，打听打听。苏南前2天也跟我打听我跟青灵以前的事，现在又跟天朗走得近，该不会是站在天朗那边了吧？你的意思是，天朗拉拢苏南，他们2个人私下联手了？这也只是推测。雪晴，你最近多约约爸，单独吃吃饭聊聊天，跟他打听一下天朗最近的动向，这样我们就能判断出苏南和天朗的情况了。
仙灵，来，让我们举杯，庆祝青灵小姐的计划书得到了公司的认可。祝贺你，青灵。谢谢。青灵啊，本来孙阿姨今天啊要给你买一份庆祝礼物的，可是她怕你觉得有负担，所以就把这个任务啊托付给我了。来，这可是我买的。怎么，一件 T 恤衫也不愿意接受啊？谢谢。孙阿姨，这是你的。我的，对啊，我也有啊。呀，这不和青灵是一样的吗？这是母女装啊，怎么样，喜欢吗？还是你想的周到。要不你们俩穿上给我看看？现在？对啊。好啊，走啊，青灵，去换上。走啊，走。约会申请，你不会拒绝吧？要么进来，要么出去。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？我刚刚动作多可爱啊！可爱？你都快成当妈的人了，还可爱？怎么，是不是丁海没时间陪你啊？才不是呢，我刚刚拒绝了他。我这个快要当妈的人呢，突然间意识到我老爸的辛苦，所以过来尽尽孝道，好给我肚子里的孩子做个好榜样。好，那我得感谢我的外孙，让你长大成人了。还是你女儿好吧，不像天朗，只知道陪南阿姨，冷落了您。又在挑拨离间，又把我的好心说成了企图。你可别忘了，我可是刚刚解救了你这个只能自己吃午餐的可怜老头。走吧。好，你想吃什么？什么好吃的都想吃。那就吃自助餐，什么都有。走。天狼，看看怎么样？哎，真是赏心悦目啊，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来，坐。青灵，我买的衣服你不喜欢吗？怎么会呢？那你为什么不说句话？我刚才一直在想，如果香水也能像母女装这样做成亲情套装，一定会很不错。想法很好，主题也不错，而且这种商品的销量是双倍的。副总要是知道了你这个建议啊，一定会给你加工资的。爸，我们去窗边吃吧。好啊，你请客，你说了算。到时候啊，爸一定会高兴。天朗，爸，你们怎么在一起吃饭啊？是这样的。你们的衣服？这衣服是我买的。啊，这衣服是天朗买给你跟阿姨的母女装，我说好看，他就先给我穿了。雪晴，你也认识丽丽啊？丽丽。不，这样您先坐。雪晴，我们去那少打里吃岔，爸，她不叫丽丽。看什么？段天狼，你是存心的，怪不得你们三个人最近走得那么近，原来组成诈骗集团了。雪晴，怎么回事啊？爸，她就是迷惑天朗的那个离婚女人青灵。什么？你们三个搞什么鬼？给我说清楚！振华，这人多，我们去别的地方说。振华，来。来，祖蓝，你竟然不分是非，帮着天朗骗我！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那个太太慈善团也是假的吧？你听我解释，这真的是巧合。太太慈善团？说谎，那个团早就解散了。爸，这里一定有阴谋，不用说，一定就是你搞的鬼。雪晴，哎呀，振华，我们回家说好吗？现在就要知道事情的真相。好，你让孩子们先回去，我留下来跟你解释。天狼，带青灵回去。好，青灵，我们走。天狼，你们站住！啊，不许走！不许走！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，谁都不许走！风雪晴，给我放开！爸，你看到了，他帮青灵欺负我。雪晴，咱们是一家人，咱能不能有什么话回家说？在这吵多不好啊！让他们走吧。事情都是他搞起来的，凭什么让他走？雪晴，这是我们家的事，跟青灵他没有关系。这样，我们先让他走好不好？青灵，对不起，我不能送你来，先走好，快走。不许走！青灵，雪晴，不许走！雪晴，不行，别这样！雪晴，雪晴，放手！雪晴，哎，丁海，这怎么回事？他中午还笑眯眯的跟我说要跟爸吃饭，怎么一顿饭的时间就……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人在里面还没出来呢。医生，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？她没事吧？大人已经没事了，不过孩子没了。振华，振华，天狼，给陈律师打电话，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。爸，您找陈律师干嘛？段家的第一个外孙就这么没了，我绝不会放过那个青灵。振华，你先别激动，这事儿你也是帮凶。这笔账我以后给你算。爸，您不要这么激动好不好？我能不激动吗？一开始就说谎话，制造骗局的人，就是罪魁祸首。那个人还是青灵。我一定要告到他坐牢为止。你要是敢告他，我就跟你离婚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是敢伤害青灵，我就跟你没完！疯了吗？他是让我失去外孙的凶手，青灵是凶手。你为了一个杀人凶手要跟我离婚，你简直是疯了！我就是疯了！我亲生女儿就在我眼前，我却不能相认，我还不能疼她，我做了那么多伤害她的事情，哪个亲生母亲不会发疯？你说！你是说，他是欣欣？你醒了？我在哪儿呢？医院。医院？雪晴，我的孩子呢？我孩子没事吧？其实我只想好好爱你一个人，有没有孩子都无所谓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孩子呢？孩子有没有事？他还在我肚子里吗？孩子跟我们没有缘分。
事没事，以后我们还可以再要孩子。这对我到底是报应，还是代价呢？我努力工作，我努力争取，全都是为了我们的孩子。现在孩子没了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？等你把身体养好，我们把蜜月补上，努力制造蜜月宝宝。华清林，我现在更痛恨你了。青灵是苏南的亲生女儿，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呢？过2天，等雪晴身体好一点，再告诉她这件事吧。苏南阿姨，昨晚没睡，你不也一样吗？爸呢？他在书房待了一夜。爸啊，你在正好，坐下吧，我有话说。苏南，这些年你一直想着欣欣，这我都知道。既然找到她了，就母女相认吧。你愿意接受他了？嗯，我反对，何况雪晴也不会答应的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不过我也要表明我的立场。我能接受青灵做我的女儿，但我无法接受她做我的儿媳妇。苏南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相认以后就尽快把青灵接回家里吧，毕竟一个女孩子自己在外面是很辛苦的。以后青灵就是雪晴和天朗的妹妹。我不要，我没有妹妹，我跟青灵没有血缘关系。你反对也没有用。苏南是我老婆，我们的夫妻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。你跟青灵的兄妹关系也是受法律保护的。不管你怎么说，我对青灵的感情是不会改变的。这个家是我说了算，没人能够反对。苏南，尽快把青灵接过来。还是我亲自跟她谈。青灵当定我女儿了。我不告青灵了，离婚的事儿你也别再提了。什么？青灵是苏南的亲生女儿？怎么会有这种事啊？
爸已经决定让他们母女相认，让青灵住进段家。不行，我绝不同意。青灵姓穆，凭什么进我们段家？爸已经决定了，天狼反对无效。你也知道爸的性格说一不二，谁敢忤逆他？怪不得苏南选择站在天狼那边，原来是因为他女儿的关系。苏南跟天朗联手，如果青灵再搬进来，那我们俩在家里还有什么地位啊？哎呀，老公，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我反而觉得这事儿一闹开，苏南骗爸的事情会让他们产生隔阂，加上爸不同意天朗跟青灵的感情，应该够他们混乱一阵子了。你赞成青灵搬进来？我唯一的担心是爸知道我跟青灵的过去，爸如果知道我也骗了他，那我就真的完蛋了。我跟你担心的不一样。你担心什么？我担心你们俩旧情复燃，毕竟他以前那么喜欢你，他……你瞎担心什么呀？你和我都不希望青灵进段家，难道苏南和天朗就愿意吗？现在这个家只有爸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复杂关系。天朗和苏南早就知道青灵是我的前妻，却一直没有告诉爸，原因特别简单，因为他们也不希望这件事情复杂化。大家这么做，为的都是爸和段家呀。爸就是段家的王法，爸决定的事情，谁都改变不了。我们要想说服他，除非给他充分的理由。可是我总不能把你跟青灵的事儿说出来吧？毕竟他跟苏南已经够劲爆了，再加上你们，爸还不让你们给气死啊！要不我们找天朗和苏南商量一下，毕竟在这件事情上，他们跟我们的立场是一样的。叔叔，坐下吧。好，谢谢。我都知道了，你是苏南的女儿。这些年来，你妈妈一直都很惦记着你。对不起。你有什么对不起的？要说对不起，应该是我们，是我们上一辈人的恩怨，你们是受害者。这次我约你来，主要是想听听你的想法。你愿意跟你妈妈相认吗？你跟你妈妈相认，然后我们一家人生活在一起。我想，你也应该希望有一个完整的家吧？怎么，你是在担心和天朗的关系吗？有话直说，这个问题回避不了。我有了妈妈之后，我确实觉得很踏实，想起很多小时候的事情，觉得那时候好幸福。太突然了，我还没有想好怎么接受它。好，相认的事先放一放。天朗，你是怎么想的？这个我也没想好。那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吧。你是苏南的女儿，也就是天朗的妹妹。如果你非要跟哥哥相爱的话，我只好不认他这个儿子。可苏南不可能不认你，到时候你带着姑爷上门，我还是觉得很尴尬，所以我也只能和你妈妈离婚。如果你真要跟天朗在一起，我们段家就意味着4分5裂，家不成家。这就
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。现在选择权在你的手上，我们段家生死存亡就拜托给你了。我希望你想清楚。你怎么还敢来这里？我是来道歉的。孩子都没了，道歉有什么用？你该不会是为了报复我，故意推雪晴下楼的吧？你，事情都是因我而起，我也没什么可解释的。对不起啊，我这话说的有点过分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也会生气的。听说你会搬到段家来生活，青灵，希望以后我们能好好相处。我还没有决定呢。你还想跟段天朗在一起？青灵，你还不明白吗？现在段振华只知道你是南阿姨的女儿，如果还知道你是我的前妻，不仅是我，连你们母女都得卷铺盖走人。别只考虑你自己，也为你妈想一想啊！这么多年来，她每天在雪晴的冷嘲热讽中忍下来，她一定很爱段振华。你忍心看她这把年纪还闹离婚吗？奶奶，如果你早告诉我，我和段天朗之间会有这么多波折的话，我可能就不会这么痛苦了。我爱他，我不想让他在我和家人之间抉择，让他为难。苏楠呢？虽然我嘴上没有叫她妈妈，但其实心里我已经原谅她了。我也不希望看到她夹在我和段叔叔之间，逼得她难以选择。奶奶，快点醒来好不好？这样我就有勇气可以拒绝他们了。很晚了，回去吧。再走走吧。今天的约会已经很满足了，以后有的是机会再来。以后我不会再来这里了。为什么？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？理由呢？我们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。不坚持到最后，你怎么知道不会幸福？大家都不祝福我们，我们又能坚持多久？大家都反对的事，我们这么坚持有什么用呢？秋玲，你听我说，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我们可以一起营造幸福。可是，我发现我好像没有想象中爱你。比起妈妈来说，我更想跟她在一起。我已经失去过她一次了，
我真的不想再失去他第二次。你是因为这个，金玲，你听我说，我们两个在一起，苏南阿姨还是你妈妈，这点没有任何改变的。怎么可能呢？在法律上，她是你妈妈。你姓穆，我姓段，我们两个没有血缘关系啊！难道我们要跟每一个人都这么解释吗？我已经决定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哥哥了。以后还请你多多照顾我。还给你。你的宽容不是怯懦，原谅我错过的太多。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真的要跟我分手？不后悔吗？我要用心对你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欲望埋下苦涩的果，那么痛，背叛让我一错再错，谎言越来越多。爱过，痛过，错过，你却依然坚强，没有退缩，用真情打动我。告诉我，善良已不再是软弱，请扣住你的手，别让我走错转角的路口。想做还是想要，我只想跟你走。原谅我犯的错太多太多，泪水已浸透迷茫的角落。金玲，呀，快快快，先躺下。你感觉怎么样了啊？既然这么舍不得，何苦为难自己呢？要不给天狼打个电话？别，就算在一起也不会好过。是要搬家吗？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搬家呀？快躺下，先把烧退了再说啊！来，听话。是不是还没吃饭呢？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，再睡会儿。
真好。哟，醒了，来，我试试，还烫不烫？哟，好多了，退烧了，快好了。我给你煮了一碗粥，来尝尝。哎呦，有点烫。烫你小心点啊。来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再吃一口。小时候你也这样喂过我，你还记得，青灵？是我对不起你。没有，只不过我觉得好温暖。谢谢你，妈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你能不能再叫一遍？我想听。谢谢你，妈。